公主。小人诗才不佳，做不出好诗来，便领公主之命，诵诗与诸位听。1号，牡丹才过杏花开，芍药成荫覆绿台。最恨无情杨柳树，空山常伴夜缘来。5号，生来金玉蕊，偏爱老村乡。何日相留盼，安无相思长。你觉得这首好？这首我喜欢。15号，流霞攒金真国色，一簇红缨尽山河。但这遣词造句真是直白粗糙啊！难登大雅之堂啊！策马临风饮霜雪，正清人和太平歌。哎，皇叔，无妨。这肯定是这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首牡丹边塞诗啊！是啊，太好了，可谓是开创了一个新流派。皇叔，这首真有那么好吗？我怎么觉得还不如5号生来金玉蕊那首呢？13号，百卉千芳争秀艳，新枝细蕊嫩如霜。接下来宣布投票结果。5号，穆公使15号，读诗辛苦了。 15号，1号，3号，5号，请用茶。 15号，谢王爷。15号，5号，15号。王爷，是发现我利用他了。15号，15号。 15号，15号，1号，13号，15号。结果已经揭晓了，正是15号诗作。那么现在。 就请这首诗的作者出来吧。没错，一定是我。没错。皇叔赢了，自然也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无妨无妨，但这诗也不似皇叔平时的水准。那首诗是小人做的。他怎么胡说话？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是他的诗？对吧？不愧是女子英才，恭喜你，今年簪花诗会的会首便是你了。
这青龙卧墨池和苍灵志，便是你的彩头。多谢公主。哎呦，苍灵志啊，怎么？怎么会是这首得了第一？这些人是瞎了还是傻了？只怕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你还不明白？其实咱俩今天就不该来。唉，说实在的，今日头名不是惊鸿兄，实在是难以理解。因缘际会，得名还要看运。恭喜穆公生，沈兄，我也好生羡慕你可以拿到苍灵志这个孤本。沈兄放心，在下定会借给你看的。那既是如此，我就先提前谢谢穆公生了。沈兄，在下是不是第一个能在诗作上赢过你的人？这姑娘怎么得了第一名？没数吗？是啊，穆姑娘才高八斗，在下好生敬佩。果然是这样吗？那在下可真是太荣耀了。谢谢沈兄。停车。还有多久？马车脚程慢，少说还有个把时辰才能到定界。志墨，你去通知穆姑娘家人，让他们等在公园门口。你把马给本王。是。下车。啊！下车。撤。我家小姐呢？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啊！这3个字我认识，你带我去哪儿？是找小姐吗？那咱们快走吧。怎么了？共约，得拿考篮。啊，好。大人，进在站住！传使帝王殿下回来。上。这里。那不是定了吗？他特地送那位女主人来会试，难不成有什么猫腻？哎，有猫腻就不会坦坦荡荡的送到门口了。定王殿下可是今年的主考官之一啊。也对。小姐，你终于赶上了，还早到了，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啊。多谢王爷。无需言谢，本王从不欠人。王爷。小人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王爷，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，小人的父亲在您这岁数，那孩子可是一大堆了。小人是个大夫，医术还不错的那种，这个您都知道的。小人看您是个英雄人物，又如此的礼贤下士，就总觉得得为您做点什么。我们穆家，就是我父亲，有不少
秘方。你要是需要的话，小人可以便宜给您吃。小姐，我人生第一回好心好意，觉得帝王殿下人还不错，所以想着之后可以帮他治治他那不能人道的毛病。他怎么还生气了？可能你刚才说给他便宜治。什么？那他难不成还想免费啊？他当帝王殿下，他缺那点真金吗？好，停！排好队。你便是方才定王殿下所送的举人啊，青红公子，在下延州穆卓华。今日险些没赶上，多亏了定王殿下仁义无双，这才及时赶到。女举人当中，姓穆的只有一位。穆举人能得柔嘉公主的称赞，定是有过人之处。公主抬爱，在下愧不敢当。公主不会看错人的。那在下预祝穆举人高中。多谢惊鸿公子。这个女举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先是定王殿下亲自送考，后是惊鸿公子亲眼相待啊！莫非是某个世家大族的小姐？没听见惊鸿公子说的吗？这女举人得了柔嘉公主的夸赞，可是了不得。下一个。陛下，定王殿下除了救急需要调养之外，再无他政了。瞧仔细了，万万不能有什么隐疾。皇兄，赵院士乃杏林高手，他号的脉不会有错的。是。有走针出现之事，暗卫已经向朕禀报过了。朕已经命杜重把暗卫这3年来的花名册和出入名册整理出来，交由你的府上。多谢皇兄。没想到这暗卫中竟然会有奸细。皇兄莫要动怒，别伤了身子。我爱。
那日你说要去天童山一趟，不知为何，朕万分担心。还好朕的人去得及时，要不然这后果……天下之大，北凉人仇视我南陈已久，想杀陈帝的人又岂在少数？背后想杀你之人，朕绝不会轻饶。然，你也不能过于心切。皇兄放心，陈帝还想多活几年。那就好，只要你平安，朕也就放心了。皇兄，近日太后身体可好？朕还未将你险些遇难之事告知于她，你万万不要让母后担心。皇兄放心，那陈帝就不去叨扰太后。对了，你也该去贡院尽一下身为巡考官的职责了。是。若拒马河一事当真与太后关联，总要有明确证据才是，不能伤了皇兄的心。袁成明已经死了5年，可湖心岛上的空冢却是个修成不久的新坟。还有云香月，作为女儿，她为什么不用真名为父亲立碑，还用了很容易被查到行踪的花名？这其中定有他人设计、引导。只见再着人仔细查一下袁成明的衣冠冢，本王要那个衣冠冢的所有资料。是。会试开始。场铁骑，圣贤陆为人章。小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心里大概是有数的。算一下，第一场金翼，是我最有把握的。诸子百家，不说倒背如流，那顺着背应该一字不差。晨儿，皇叔，您可算来了，您竟然会迟到。有你在，皇叔歇歇不成啊？自然可以。您看，我都没有派人催您，我就想着，您何时想来便来。哎呦，说起来，这届女考生，虽然大多数出自世家，不过也是开创之举。这全是皇叔您的功劳。只不过，以世家的底蕴，想要栽培出几位女举人，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就是考中贡士，确实难如登天。我一向赞同皇叔，不过重开女子恩科这件事，我却始终不明。有何不明？女子就算考中进士，那最后的结果，也不过是回家相夫教子。您说她这苦心读书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若不经世治国，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学学德言容功呢。哎呀，从元光女帝开女科以来，
哪一届的结果不是这样？那是南陈的风气所致，并非人人都想走这条路。给一条路的选择和将路堵死，那是两回事。人各有志，然而多读书总是有益处的。同一棵桃树，有人视而不见，有人拈花悟道，有人怜其羸弱，有人恋其灼灼。无论读书之后是从政为官，还是相夫教子，若有所得，便有所获。那皇叔，您看这桃花，此刻又想起了什么？想起了一首诗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皇叔，您这玉佩什么时候？我都管你问了好几回。你还差一块玉佩吗？时辰到，考生评比，交卷。有一人回家梦断肠。好，好啊！我这里有一份卷子，一字不错呀。一字不错。看看，是不是？真是呀！看看，想必是沈惊鸿的卷子。果真如此。皇叔不信啊？那我和皇叔打个赌，这卷子必然是沈惊鸿的。赌什么？就赌皇叔府上的那壶美酒，10段香。要不，您那玉佩也成。看来，你对我这玉佩倒是觊觎已久啊。大殿下，您请过目。好。这不是沈惊鸿的字儿啊！哎，我这里也有一份。又有一份是吗？不是说今年的经义有几道题极难吗？文风日盛，这是好事儿。来，王爷，您请过目。哎，皇叔，这份是沈惊鸿的，没错。没错。但可惜，你还是输了。我们刚才赌的是这份卷子。没想到，今年竟有能与沈惊鸿比肩的考生。这天下奇才一人，又何止一个？唉，不过是记性好罢了。那还得看接下来的2场。那才能看得出是否有真才实学。
你要记住了，女人也要多读书，也要有自己的追求，就算被锁在这闺阁里，也不能做一只任人摆布的金丝雀。你一定要记住阿娘说的话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。记住了吗，孩子？第2场诗文《黄花如伞巾》。第2场诗文，非我所长，但是商先生说了，只要尽量切题，平仄工整即可。荒唐，这简直荒唐！居然7成以上的人都偏题。哎呀，今年的考题是黄花如伞巾，此题如此平常，没想到竟会刷掉这么多的人。大多考生都将黄花当成了菊花，殊不知，此诗出自“青条若耸翠，黄花如伞巾”，这写的是清明谷雨前后的景象。此诗中黄花指的是油菜花，考生若写了秋季菊花，便只能出局了。此人倒是没有偏题，只是写的平仄不对，倒像是打油诗。乡野油菜花，日日不得闲。乍得游子去，谁管百姓忙。这套青州名士的文房四宝，赠你此行一切顺利。看这书卷，当时就放在了座椅下面。第3场策论，平边安民之策。平边安民之策。就是这第3场策论。商先生不是还夸你文章来着吗？说剑走偏锋，雄才伟略。商先生是说了，说我的文章颇见雄才伟略，但他也说我是常是天马行空，时有惊世之语，所以这考官如果是个古板保守的，还有可能会给我下呢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想好了，第1场求己，第2场求稳，那这第3场
第3场求神吧。时辰到，考生停笔，交卷。小姐，您终于出来了。爹，怎么了？小姐，你好臭啊！你还嫌弃你家小姐我吗？没有，心疼你还来不及呢。居里，你知道吗？进公务员前我还发了3天高烧呢。这个会试真是要了我半条命。小姐，你考得不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竭尽全力了吧。对了，居里，我跟你说，就我那篇策论，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想吃好吃的，家里有没有好吃的？有，我都给小姐做好了，有好多好吃的呢。都有什么呀？烤猪蹄儿，还有烤猪蹄儿啊，不是蒸猪蹄儿吗？若说离经叛道也不为过。此题考的是如何评编，他倒好，这篇策论满篇都是如何养编。细细读来，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啊。什么道理啊？歪理！如此喧哗，成何体统？回殿下，我等看到一篇策论，见解不同，是以发生争执。将卷子送过来，本宫与皇叔瞧瞧，究竟是怎样的言论。皇叔，您看。这个穆卓华策论写的着实大胆，不过却有几分道理。战争终究劳民伤财，这个法子未尝不可一试。这考生是北凉人还是东夏人？怎的还帮着他族说话？以我南陈之儒道，教化他族之民，以儒为教，就如西域以教立国。哼！要是他说的这些有用，皇叔，我们这些年来的征战，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赢得一个让他们听话的机会。这份卷子上的字迹，看着甚是眼熟，似乎跟第1场的无错卷极为相似。这不是昨日写打油诗的人吗？我觉得此人记性不俗，见解不凡，奇才，可与沈惊鸿一较高下。我看这个人才华不过尔，绝不可让此人通过会试。太后，穆卓华是吗？是，定王殿下亲自敕灵牌送考，据说是从延州来的。太后，他莫非和云响月一样，都是当年阵亡将士的遗孤？陛下不让哀家动养儿，哀家总不能坐等着他查到头上。哀家要知道他的身世来历，越细越好。去查。是。菩萨在上，哀家没错，哀家所作所为全是为了菊儿和春儿，可他们却总是站在言儿那方，让哀家为难。
哀家如今还要自保，哀家真是太难了。大慈大悲菩萨在上，唵达利达达利达利梭哈，唵达利达达利达利梭。小姐，我刚才从外面回来，听说今日是放榜日，是吗？嗯。小姐，你怎么这么不着急？他们等着放榜呢。走！哎，掉价，太掉价了！这哪有会员自己在榜下面看的？那会员都是好整以暇，坐在家里面等人来报喜的。坐家里？嗯，有道理。那小姐肯定是会员啊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在这别乱动，等我报喜啊！我不动，我们去吧。哎呦！哎呀，不能去！要真的没中，我不能在榜下面让他们看笑话呀！哎呦，这个脑子！哎呀，这怎么想的？定王殿下跟大皇子明明都是主战。哎呀，在这瞎写什么呢？不对，可是要违背自己心意，写迎合他人的文章，那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啊！算了，不如趁这个时间收拾一下东西，再找个地方重新再苦读3年，接着再来考吧。总不能让定王殿下真的要我3年吧？哎呀，这么快！宋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难道不是来看病？就不可以特意过来看看你吗？哦，能的，哈，宋姐姐快请进。卓华，你知道吗？你送给姐姐们的那些香囊，她们都特别的喜欢，还说想找你再订一批呢。结果你这就要走了。其实，就凭你的医术，就算是不去考科举，那也一样可以在定京安身立足的呀。宋姐姐，定京热闹，不是读书的地方，科举之事才是我生平所愿。行医不过就是混口饭吃。哎，对了，姐姐，香囊的配方回头我都会写好留给你们的。科举本是一件很不易的事，所以就算是没考上，也别太在意啊。卓华，你有敢于尝试的勇气，这已经是当今寻常女子难以做到的。你想想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人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呢？在这个世道上，女人实属不易，所以姐姐希望你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的，好吗？我明白了，宋姐姐。小姐，你中了！我中会员了。小姐，你还真敢想，会员当然是惊鸿公子啦。那我是，你是第17名。17名啊！天哪，17名也很好啊！太好了，没有想到你真的中了。那这样，我赶紧去通知姐妹们。17名你没看错吧？我就是17名。中了！真是太惊喜了！中了！第17名！17名，对呀，17名，真的是。哎，姑娘，快过来！来，中了！17名！什么？哎呀，我一直在找你呢。陆大娘，卓华中科举了！真的！姑娘，快过来！卓华中科
说过，我这个房子啊是能出读书人的地方。原来是，我以为他已经可以了，读书量得齐了，读书量得齐了，快来快来来呀！读书量得齐了，读书量得齐了，小华，哎，姑娘，大姐姐，接下来给你祝贺来了，可太好了！谢谢姐姐，谢谢，鼓掌，姐姐，谢谢姐姐，谢谢。女的，写出那篇养鞭策的竟然是个女的，和沈惊鸿并列第一的居然是个女人。如今看来，确实如此。穆卓华，穆卓华，这名字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啊？你再想想。哎呀，想不起来了。不过我一定找个机会好好会会这个人。一解我的心头之恨，都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言？竟能得17名。一别5年，这还是你第一次回京祭拜列祖列宗。没能留在定京尽孝，是佼佼的不是。无妨，你曾祖母一向疼爱孝培，她不会计较这些的。曾祖母是我朝唯一一位女帝，我听说是她在位期间首开了女子恩科。是啊。父皇亦不过是亦步亦趋。父皇此举是给天下女子莫大的恩典。若女儿不是公主，也真想以平民的身份试试这科举之路呢，说不定也能像曾祖母一样一展抱负。比起一展抱负，其实父皇更希望你能开心幸福。几个孩子中，父皇最钟爱的就是你，可偏偏最对不起的也是你。父皇何出此言？你自幼失势，长居江南，几个孩子中，唯有你不是在父皇身边长大。这好不容易选定驸马，学校堂又战死拒马河。想起这些年来你独守空闺，颠沛流离，父皇实在是过意不去。父皇言重了。女儿虽长居江南，但是有皇姑祖的照拂爱护，有父皇的关心惦记，并不觉得孤苦。从今往后，女儿只想留在父皇身边尽孝，再不离左右。好，娇娇愿意留下，父皇真是求之不得。哦，对了，当年薛孝堂骤然离世，你坚持为他守节，如今5年之期将满，你可有什么打算？今日这场诗会，着实不公。不是按照你的意思改了规矩吗？可是，这穆卓华何德何能都得了头名？众望所归，不得不服。哎，皇叔，你评评理。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，与我何干呢？你一心维护这个沈惊鸿，是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吗？哼，那知道了又如何？我懂你爱才之心，不过这个沈惊鸿桀骜难驯，你可要小心些。沈惊鸿何时桀骜难驯了？皇姐，你识人不准。倒是这个穆卓华，也算个有才之人。他奇思妙想，妙语连珠，
电视上没准儿会得到父皇的青睐，例如3鼎奖。想不到柔家竟然如此赞赏她。这姑娘有些不讨人厌的小心思，确实讨人喜欢。就连沈惊鸿，对她也有别于旁人。依我看，她入翰林院，是10拿9稳之事。哼，这穆卓华不过是投机取巧，还贪生怕死。但你与皇叔，难道真是我瞧错人了？罢了，你看中你的沈惊鸿，也不要针对穆卓华才是。你生来高贵，却不知道，像这样的女子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得有多难。公主，穆卓华以女子之身走进会试考场，于一众男子争一席之地，本就万分艰难。今日本宫对她偏帮几句，对你过多苛责，千万莫怪。公主仁心仁德，鄙人又岂会在意这些？你对他今日失会夺魁，作何感受？有人为了赢，四处奔波；有人为了赢，机关算尽；有人为了赢，不择手段。穆卓华在此事上，当得一个巧思，令人敬佩。你倒是与常人不同，眼光通透，看得明白。公主，这儿落了幅画。来，多喝点水。柔家公主可真好，关系里也好。你当然好，你可是我最亲的人。小姐，那定王殿下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定王殿下，我还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他不信任我，你知道吗？在诗会上，他倒了一杯滚烫的茶给我。我想，他应该是在惩罚我，把那破诗扣在他的名上。不过，他倒也没有当众揭穿我，也还算是个不错的人。来，快看这画。正好带本王转转。王爷，这院子荒废很久了，满屋覆尘。无妨。傅盛如当年被抄家，家里只留下一些不值钱的家事器物，回家发黄的旧遗书。库房里还有些发霉的药材。王爷，属下快速翻了一遍，并没有与还阳伞有关的线索。没有。王爷，要不然
让赵院士过来瞧瞧。清理之后，请他过来。傅盛如的旧物，本王要一一查看。是。拒马河一战，3万人枉死。世人为我，小人恨我，皆道我有不臣之心。我从来都问心无愧，却没想到亲近之人也在暗中猜忌我，为此竟不惜动摇国本，牺牲掉那么多人。难道皇家真没有亲情在？亲情，哼！菩萨明鉴，哀家的亲情全都给了亲生骨肉，为什么要给旁人？哀家年轻的时候也愿意分些亲情出去，可是得来的结果呢？太后，前往延州查探的人回来了，穆卓华的身世看起来并无异常。延州人士，与怀州穆家沾亲带故，自幼家境不错，所以才有机会读书考试。若当真与旧事毫无干系，那刘演带他去天童山做什么？听闻她容貌秀美，长得不错。看来我们的定王也是个不能免俗之人。一个小姑娘，料得也掀不起风浪。保险起见，你好好盯着。